俄罗斯准备打造属于自己的空间站，却遭遇资金问题，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呢？俄罗斯媒体试图加入中国的项目，我们会同意吗？前不久，俄罗斯欲退出空间站的计划令人十分费解。经过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我们能够了解到，俄罗斯之所以要退出这些项目，是因为俄罗斯想要打造属于自己的空间站。那么，俄罗斯将会打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空间站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如果俄罗斯真的准备建造空间站的话，那么根据计划，俄罗斯的空间站将会由5个模块组成，这些模块中还包含着一个游客模块。由于它的倾斜角度比国际空间站更好，所以俄罗斯人能够从他们打造的国际空间站上监视整个俄罗斯领土，并且还能够监视到北极地区。由此可见，俄罗斯已经计划好了他们的空间站项目。等到空间站建成后，他们在进行太空作业的同时，也能够更容易地了解到美军以及北约军队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信息了。那么，以俄罗斯目前的航天情况来看，他们能够独立建造属于自己的空间站吗？显然，这一计划对于俄罗斯来说有些困难，因为俄罗斯开发、制造以及将新的舱段发射至太空中需要非常昂贵的资金。根据俄罗斯科学院院长亚历山大·谢尔盖夫的说法来看，俄罗斯用于航天研发的资金比美国少60倍，也就是说，俄罗斯航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短缺。因此，建立空间站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他们还有什么办法能够使其拥有一座空间站呢？为此，俄罗斯的一家媒体给出了他们的一个看似可行的建议，试图加入中国项目。目前，中国已经迅速经历了太空竞赛的所有阶段，与苏联和美国相比，中国花费的时间减少了2至3倍。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也在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空间站。所以，俄罗斯媒体认为，加入中国的空间站项目十分可行。那么，我国会同意俄罗斯加入我国空间站项目吗？据分析，我国很有可能会同意俄罗斯的这一请求，毕竟中俄两国在航空领域中也有过合作，并且前景非常广阔，并且俄罗斯联盟号载人飞船的技术非常成熟，此前刷新了将宇航员送上空间站的最快速度。所以说，两国加强技术交流的话，那么双方将会进入到一个共赢的局面。伊朗核科学家遭刺杀身亡后，美军一举激发了伊朗人的斗志，不投降，不让步，只有战争。这是美伊之战的前兆吗？今年年初，伊朗的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遭遇了美军的刺杀。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刚到年末，伊朗的首席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也遭遇了刺杀。此前，苏莱曼尼被刺杀之后，伊朗扬言要对美军展开报复，随后就袭击了美军基地。与之前相同的是，伊朗再次扬言要报复刺杀伊朗的首席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的幕后黑手。为此，美军也做出了相应的准备。据环球网报道，美国海军的第5舰队以及五角大楼表示，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及其战斗群已经返回至波斯湾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于前不久正与印度的维克拉姆蒂亚号航空母舰在孟加拉湾进行演习。然而，这次美军突然将这艘航母撤回波斯湾地区并部署，不得不说，美军的这个举动着实让人疑惑。毕竟按照美军之前的做法，如果没有无关紧要的事，美军是不会如此急迫地将航空母舰紧急调动至一个地区。因此，有不少网友认为，这可能会成为美伊之战的前兆。之所以网友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伊朗方面也有了大动作，所以美军才会将尼米兹号航空母舰调往波斯湾。有越南媒体称，伊朗已经准备了20枚核弹，目的是为了进行他们的报复行动。有消息称，伊朗的远程弹道导弹的综合体已经被转移到了射击位置。这一情况与此前美军刺杀苏莱曼尼之后，伊朗轰炸伊拉克美军基地的准备情况十分相似。所以说，美军怀疑伊朗会于近日打击以色列。美军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所以才将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撤回波斯湾地区，以此来震慑伊朗，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令人没想到的是，即使面对美军的10万吨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伊朗人也没有感到害怕。美军的这一举动反而还激发了伊朗人的斗志。在暗杀事件发生后，伊朗国内举行反美游行，人群高呼不投降，不让步，只有战争。由此可见，伊朗方面已经做足了准备，与美军战斗到底。然而，通过美伊双方于近日的一系列举动，似乎印证了此前流传出来的一则消息。前不久，有一条消息称，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准备在任期末向伊朗发动一场战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特朗普对伊朗方面的浓缩核燃料库存不断增加的信息感到十分愤怒。巧合的是，这一消息刚出现不久，伊朗的首席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就被刺杀身亡。所以，这一切很可能是特朗普摆下的局。因此，不少人认为特朗普想在任期末弄下一堆烂摊子等人来收拾。所以说，伊朗很可能会成为特朗普落选的牺牲品。越军在非法侵占岛礁展开反登陆训练，而中国当年援助的63式水陆坦克参演，这件装备为何与越南时常有联系？近日，越南军方发布了一段反登陆训练视频，而训练的地点却在越军非法侵占的一座南海岛礁上，并且我们发现，在训练画面中出现的竟然是一辆63式水陆坦克，其来源还是当年中国援助给越南的装备。63式水陆坦克是中国打造的第一款具有水陆两栖作战能力的装甲车。这款水陆两栖战车参考了苏联 PT-76 水陆坦克的底盘设计以及62式轻坦的炮塔设计，全车重达18吨，可在海浪中以12公里每小时前进。63式水陆坦克的出现填补了当年中国在这领域的空白，也解决了我们的一个燃眉之急。而在63式坦克诞生后不久，就始终与越南有着联系，甚至可以说63式坦克见证了中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上世纪50年代，越南解放运动兴起，为了帮助越南人民战胜旧殖民者，当时并不富裕的中国给越南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帮助越南人民赶跑了法国殖民者，而南方伪政权也摇摇欲坠。不过，为了满足扩张的野心，美军于60年代悍然发动越南战争。为了阻止美国人的野心，当时中国加大了对北越政权的援助，其中就包括问世不久的63式水陆坦克，这也成为了北越人民抗击美军侵略的主力坦克。1974年，在美军的暗中指示下，南越伪军派出军舰试图强占我国西沙群岛，我海军舰队立马出击，以小舰打大舰，打出西沙海战这一空前完胜的海战。随后，我军将63式水陆坦克布防西沙群岛，让南越伪军与美军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1975年，北越以63式坦克营作为先锋，发动总攻，南越方面主力18师几乎被打得全军覆没，而北越的63式坦克率先攻入西贡，随即南越政权垮台，越南实现统一。然而，统一后的越南却很快对中国的态度进行了180度大转变，忘记了当初中国援助的情谊，沦为了白眼狼。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虽然并没有大量投入到战场中，但我军的63式水陆坦克比59式主力坦克以及62式轻型坦克更能适应南方水网。63式坦克部队一路也是势如破竹，创下辉煌战绩，并且打响了自己的名声。之后，中国又向缅甸出口约150辆63式水陆坦克。如今，我国的63式水陆坦克早已经全部退役，被更先进的05式两栖装甲车给取代。不过，这款水陆坦克在越南军队中已经服役了50多年，至今依旧是部队的主力坦克，每年都在定期维护。这次越军在反登陆训练上用上了63式坦克，也让我们有点不是滋味。当然，按现在的眼光来看，63式坦克部队无疑早已落后，因此也不足为惧。只是当人感慨，当年63坦克本是作为中越友谊的象征，但中国用了大量先进装备换来的却是一批白眼狼。不过还是那句话，如果非要挑战我们的主权，我们也绝不会手软。港媒透露，中国成功测试2小时到达全球任何地点的发动机。为什么说这次我们比美国人领先了一大截？据港媒南华早报12月1号报道，近期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科学家成功在风洞中测试了一款新型发动机，并且确认此次测试中发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取得空前的成果。据中国科学家透露，这款发动机将用于未来一款速度高达16马赫的飞行器，使之可以在2小时内抵达全球任何地点。目前该成果已经发表在中国航空学报上。据获悉，此次中国科学家给新型发动机采用氢燃料，使飞行器在进行超音速飞行时，在发动机进气口产生巨大强度和高温冲击波，并且把冲击波转化为推进力。媒体在形容时称，在发动机点火时，燃烧室的入口像电影《星球大战》中的宇宙飞船一样燃烧。中国的科研人员表示，这种发动机将会用于高超音速喷气式飞机，其速度至少达到音速的5倍。并且它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超音速商用飞机。这句话中其实透露了很多信息。我们知道，近年来我国高超音速飞行器异军突起，比如东风17导弹就是全球首款正式列装的高超音速导弹。当然，我国的高超音速技术也不是灵感一现就来的。
此前我国进行了多年的秘密研究，这次新型发动机技术能公开，并且还是转为商用领域，说明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早已经成熟，军用领域已经完全没问题后才转为商用的。而且这次我们测试的发动机要比现有高超音速飞行器所使用的超燃冲压发动机还要先进。根据介绍，此次中国开发的发动机名为斜暴轰冲压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同样是美国人最先提出的。上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理查德·莫里森的工程师提出一种将冲击波转化为能量来研制发动机的想法。然而这个想法并没有引起美国人的注意，美国在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研制上至今都存在问题，这也是美国在高超音速飞行器领域要落后于中俄的原因。而莫里森的想法实际上早就被美国人给遗忘了。中国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正是受到莫里森理念的启发，开始研究这种发动机。后来中国研究人员发现，斜暴轰冲压发动机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优于超燃冲压发动机。相比之下，超燃冲压发动机太弱了，消耗大量燃料，而且不稳定。换而言之，美国人现在还在为一款稳定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感到发愁，但我国已经成熟掌握了更先进的斜暴轰冲压发动机，并且正在为商业化发现，这可谓是意外之喜。原来我们已经领先美国这么多年了。